鹰嘴爪，烈阳枪。阿英，阿静，阿叶，你认识这位战神啊？这是我大泽山的师兄古迹。哦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啊，灵瑶大会上，战神需要身披战袍，我刚入职天宫，还没有一件合身的，所以来私兵店定做一套。包在我身上。今日可来了好些款式，我帮你先看看。阿英啊，我问你件事。这私兵店里可有梧桐树？你是在天宫里有梧桐树的消息了吗？私兵店里好像还真没有。但古籍上说有一棵梧桐树就栽在私兵店。浮尘啊，你在这这么多年，你可知道这有梧桐树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可古籍上不是说有吗？私兵店怎么会有这棵神树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不多说了，赶紧给战神大人量下尺寸吧。啊！哎呀，去呀！把手打开。那私兵店内可有什么长得像梧桐的树吗？那我倒是不知道，这四周都是光秃秃的，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树。是吗？你先别动。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别的事儿，我下次再来吧。腰带，说吧，什么情况？妹妹，哎呀，那个蓝风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说好了让我当长殿，就没有下文了。这就要问兄长自己了。我怎么了嘛？兄长答应我要做足功绩，结果是靠篡改做足的。如此这般，长殿之位怎么可能轮得到你？我这也是逼不得已。妹妹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天宫的功绩有多难修，时间紧迫，一时我哪修得过来嘛？妹妹，哥哥雷劫将至，前2次都失败了，要是再不成功的话，我就永远升不了上君了。哎，你哥哥我，堂堂孔雀王的长子，却一直停留在下君之间，那岂不让众仙笑话了吗？你若真有此心，为何不早早勤修苦练？哎呀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妹妹，那私兵殿里有一个仙器玄武盾，可以抵挡雷击。若是把它借过来，这次的渡劫一定能够成功啊！你功绩作伪一事是被蓝风帝君亲自查出的，想进入私兵殿，怕是绝无可能了。那个蓝风怎么连自己的家人都查呢？哎呀，妹妹，你就帮帮哥哥嘛！妹妹，你就当是为了咱们百鸟岛好，你就帮帮哥哥嘛！
哥哥没有人可求了，只能求你了，妹妹。啊，你就帮帮哥哥。行了，我丝路店倒是有丝冰店的令牌。啊？你拿着此令，可趁夜里无人之时悄悄进入丝冰店，将玄武盾偷偷带出，可避你雷劫。哎，切记不可惹事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哥哥没白疼。但看他方才的神情，只怕是仙女有意，郎君无情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他之前对我吐露过心声的，我们曾经也是如胶似漆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有一天，他好像把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都给忘记了，他就只是把我当做师妹了。哦，听你说这些，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仙器。什么仙器啊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但那件仙器是可以抽取仙人的情丝的。被抽取情丝之人，与你的点点滴滴都还记得，可唯独情这一事就没什么感受了，像被拿走一样。正是如此，所以阿金是被人抽了情丝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不对，你师兄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怎么会有人想到抽他的情丝呢？他是真的挺了不起的，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抽他的情丝，但现在至少有办法了，我去问问他就知道了。哎，不可！那被抽取情丝之人，在情丝被召回之前，若被人告知的话，那他的情丝就永远消失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那如果问也不能问的话，那我能怎么办？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喽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他不会忘记我的。不过，情丝要怎么才找得回来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若知道是谁抽走的，就会容易很多。但谁会抽走古镜的情丝呢？我真不明白。对啊，这么做到底是在害他，还是在帮他呢？古镜已经是战神，谁会敢抽走他的情丝啊？若是要帮他，抽情丝又能帮他什么呢？红绸姑姑说过，一定不能把古镜真神的身份说出去。确实，这是他的秘密，还是今后由他亲自来说比较好。可能是想跟我这只水凝兽划清关系吧。抽了他的情丝，就能离我远一些了。不过感情的事情，应该他自己做决定才对。就算他真的不喜欢我了，也应该在情丝在的时候，他自己来决断才是。我会想办法找回他情丝的。华野，你是如何进得了丝冰店的？我以掌殿之名，命你速速离开。少废话！我马上就要晋升了，需要玄武盾挡天雷，你们赶紧把玄武盾交出来。玄武都受损了，不爱借，更何况你这也不是借东西的态度。那我自己找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玄武盾，玄武盾，
胆子不小，竟敢在这儿撒野！来呀，劈我呀！我现在就蹲了，来呀，来劈我！什么人敢擅闯司兵殿？难道不怕天条吗？花言，玄武盾已经受损了，体力挡不了雷劫，你这样只会让他彻底的报废。你若是想要渡劫的话，就应该找个灵力充沛的地方去。这些仙气都是铁石灌注的，废了就废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你！司兵殿。队长！阿姨，阿姨，阿强，阿姨，走。你还好吗？还有最后一刀，再帮我挡一刀！别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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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像头有点疼。头疼？刚雷也没劈到你啊，为什么会头疼？应该是旧伤复发。你什么时候有的头疼就？不过没关系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一会儿应该就好。阿姨，阿姨，我先带他去疗伤，你们看一下华爷。为了个古镜，装病，犯得着吗？还有你，要不是我，最后这道雷就劈你身上了。我没事儿。伤药，自己涂吧。怎么样？到底哪儿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说呀。哪儿？这儿。这是旧伤？阿姨，你什么时候那么娇气了？旧伤也会疼的。你伤药放在哪儿？没有伤药。行，我去帮你开点药来啊。你别去。怎么了？
我这个伤离不了人的。啊？既然生病了，就得吃药。在这儿等我，马上回来。那你快点。好。来吧。喝。生病了就得吃药，快。3、2。好喝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跟战神殿的厨子学的梨花汤，好喝吧？哎呀，有点头疼，还是有一点晕乎乎的。哎，我听说丹房养了几条凝血蛭，只要能把人的血吸出来，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。你先喝着，我去拿几条啊。哦，不用了。怎么不用？我们先要用凝血蛭把你的血吸出来，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得了什么病。知道得了什么病之后，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治疗它。干嘛？有不病了？说，为什么骗师兄？说真话。我就是想看看，我现在在你心里还有没有位置。当然有啊。你说我师妹吗？我是说，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。阿姨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你的师兄，以后也会是你的师兄，不会有别的的。是吗？可是我刚才遇险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冲过来护我，你眼中的关切和担忧又不是演出来的。而且阿锦，你不是不喜欢我，你现在只是个头啊！只是，我看你就是青衣给你那些人间话本看多了。没收了啊，早点睡觉，把汤喝了。哦，对了，倘若你真的头疼，差人来战神殿找我，不许再跟师兄耍这些把戏了。睡吧。分明还是关心我。情丝能抽就能生，我一定要把你的情丝找回来。都是因为安逸这丫头，成天胡说八道，害得我做噩梦。不行，我得想点好吃的。好吃的，烤鸡、蒸鱼、排骨、脆骨头。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有完没完了？你找我？这块令牌，你认得吗？华眼昨天就是拿着这块令牌，擅闯司兵殿，强夺法器，引得司兵殿大乱，也损伤了不少仙气。你可知道？舒儿，这可是违反了天规呀！华眼是我兄长，又是百鸟岛长子，他晋升在即却修为不足，
若没有玄武盾挡雷劫，他此生再也无望升上军。他来求我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啊？舒儿，你这绝对不是在救他。若是华眼天赋不足，可以靠后天的努力来补；若是连努力都不肯，只想走歪门邪路，靠坑害旁人来晋升，那这等仙君要他有何用呢？你在天宫身居要职，这样偏帮亲眷，又如何能服众啊？所以帝君是要连我也一起罚吗？华眼犯错太大，定是逃不过责罚。舒儿，你也写一份罪己书，昭示天宫吧。帝君真是公正廉明，两袖清风。我本以为自己在帝君心中与旁人不同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华叔告辞。战神大人，您怎么来得如此突然呢？战神大人，你这么看我做什么？福辰长老，这司兵殿里的梧桐究竟在哪儿啊？上次不是回禀战神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呀还有事要忙，告辞啦。福辰，真不知道。阿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是？找了许久的梧桐，找到了。什么意思？昨日挡天雷的时候，你可用了浮尘剑。嗯，在浮尘剑上显现的，那可是梧桐树特有的凤燕纹。我确是梧桐木所制的木剑，凤隐内履仙缘也确实落在我的树心上，可我仙缘受损，那全靠与凤隐内履仙缘相互滋养才能存活。你要是把仙缘抽走的话，那就是要我的命啊！停！福辰，不如让我们先看看那棵梧桐树现在在哪儿？木气受损，火气不济。不过福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是可以帮你的。好了，小问题，我来吧。你来。这是大泽山的阳岩草种子，可以畜牧接火，也可以帮你孕养仙缘。多谢战神大人。如此一来，那就请你把仙缘取走吧。多谢。大功告成，战神殿还有些事情，我先告辞了。阿印，你帮我多谢谢副臣长了。岂敢岂敢！战神大人有再造之恩，
没齿难忘。哎，想追那就去追啊！平白无故追上去，是会被讨厌的。父王，华眼渡劫又失败了。哥哥时运不济，我日后多加走动，想办法为他谋个好官位吧。他受了重罚，而你因此写了罪己书，我想他再无脸面求官位了。本来我已经为他和昆仑山谈了一门婚事，只等他渡劫净身之际就可联姻。却没想到昨日，昆仑山送来了断阴礼，这门亲事就只能作罢了。如今我百鸟岛的盟友是越来越少，若再无强大仙门联姻，只怕这地位会不保啊。舒儿，如今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南海三公子不是一直对你青睐有加吗？不如嫁给他，那南海一派就会站在我们百鸟岛这边。父亲想要得到仙界势力的支持，有很多办法，为何非要联姻不可？自从老泉云仙尊卸任云游之后，仙界5尊之位就只剩下风、火、雷、电4位，而他的位置一直空缺，无人填补。5尊之位极其尊贵，是仙界的要职，不但凌驾万仙之上，还可与天地一争。灵瑶大会举办在即，大会之后就会选出一名新尊，填补5尊之位。而我听说，鹰族已经获得了参选新尊的资格。怎么会？他们之前战损极大，哪能这么快拿得出竞选5尊的资源啊？还不是因为上次寿宴，我们丢脸，他们长脸，他们也借此笼络了不少人心和好处。如今势力已经和我们不相上下。舒儿，若鹰族夺得了5尊之位，那我孔雀族可就再无翻身的机会了。蓝风他为人过于刚正，他绝不会为了你而照拂我们百鸟岛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嫁去南海。那南海3公子风流成性，在仙界出了名的浪荡，我怎么能嫁给他啊？舒儿，以你的才智嫁去南海，用不了几年就可以掌控大权。至于那个3公子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恶徒，你嫁给他，利大于弊呀。舒儿，我不能嫁给南海3公子。可若不嫁他，还有什么仙门能为我百鸟岛所用？都是燕爽和阿英坏事，若非他们，兄长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。我也还有选择的余地。殿下，有客求见。不见。是蓝风帝君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舒儿，之前是我言语莽撞了，我特来向你赔罪。你的气色不好，可是病了？帝君要世缠身，竟然还能念着华书，华书受宠若惊了。舒儿，何必说气话呢？我们坐下来。帝君对华书的心意，也只是说说而已吧。我在天宫任职数百年，从未告过半日假。今日是我第一次告假，就是为了来看你。我并非只是说说而已。那你可知，
父王要将我嫁给南海三公子。怎会如此？你我心意相通，我也早向你父王提过亲了。你只是提亲，我又并未答应嫁你。前日昆仑山与我兄长退婚，我父王急于借我婚事壮孔雀族声威，也是无奈之举。我蓬莱岛虽然不是什么大势力，可是舒儿，难道婚姻之事就只是一场交易吗？家族存亡之事，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呢？若帝君真对华叔有意，或许还有个法子。你说，武尊控位即将评选，若你能帮我当选，以此作为聘礼，父王定会答应这门亲事。舒儿，你我的婚事为私，武尊评选为公。你若真的竞选武尊，我自会给出公正的一票。但你让我去游说旁人，左右评选，这万万不能。就算看着我嫁给别人，也不能吗？舒儿，我此生只对你一个人动了情，也只想和你结为仙侣。若是你我这般感情当中掺杂着算计和筹码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。你若真对我有意，眼中应该看到的是我这个人，并非是我能带来的利益和好处。好，是华叔过于势利，让帝君看清了。不敢污帝君清誉，请帝君速速离开这利欲熏心之处吧。舒儿，好，那你先早些休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洪州臣使许久未出过青石宫了。灵妖大会本是为三界和睦而生，只可惜200年前仙妖大战之后就再也没有开启过。今年是第一次重启，事关重大，所以我代表神界来为灵妖会坐镇。洪州神使心灵定会三界瞩目。战神去操练仙兵，还未曾回殿。哦，那你帮我把这战袍给他，就说司兵殿的阿英特意为他做的。好，多谢。怎么又是你？洪仇大人，你为何会在天宫？我在司兵殿任职，自然就在天宫了。在司兵殿任职就专心一点，为什么跑到战神殿来打扰古晋？打扰？洪州大人此话倒是无关。阿庆是我师兄，我是他师妹，我想来找他，自然是情理之中啊。我看你倒从未把自己当成师妹，反倒起了僭越之心，一再纠缠。我最后再提点你一句，我家小神君乃颐和真神之子，与你有云泥之别，何必一意孤行，误人误己？好，那我再跟洪仇大人坦白的说一遍，我就是喜欢阿锦，
无论他是人是神又或是仙，我就是喜欢他。再说了，阿静跟你不一样，他不会在乎出身地位这种俗事，倒不像红绸大人，明明出身神界，却活得斤斤计较，半分神气都没有。你不必牙尖嘴利地说这些无用之言。我家小神君的心思也不是靠你说的。这些日子我会常驻天宫，有我在，定不允小神君的一生被你给耽误。小神君的心思也不是红绸大人可以猜的，我们阿静的心思让他自己做主。若是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可就先走了，告辞。殿下，殿下，那位古晋竟是小神君，他这么个不起眼的家伙。古晋身份尊贵，你说话千万小心。哦，我早该想到的。东华千年不收徒，却对古晋宠溺有加；凤渊威震3界，却对闯大祸的古晋不敢苛责。我早该想到他就是小神君的。不过说起来也算是一件好事，他曾那般爱慕过殿下你。已经都过去了，此前我终究还是怠慢了他。若早知他是3界唯一真神，我定要好好结交一番。那百鸟岛在仙界，不，在3界中也会成为至尊至贵的仙门。可惜古晋此前太不显山露水，让我在他和蓝风之间押错了宝。殿下，这古晋尊贵是尊贵，可蓝风也不错呀。我瞧着帝君对殿下是真一片痴心的。在这仙界，一片痴心有什么用？我要的是能帮扶我、帮扶百鸟岛的靠山。看来，我得重新博得古晋的好感才行。可有这个阿音时刻在古晋身旁，咱们只怕是不好动作。我此前不知古晋的身份，从未对他用过心思，而今不同了。只要我想，一定能重新博得古晋的好感。红绸神使，听说百鸟岛的公主容貌清丽，冠绝仙界，今日一看，还算不负盛名。华叔平庸至极，得神使谬赞，真是惶恐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听闻神使坐镇灵瑶大会筹备，华叔长思路殿，故而来与您商议天宫人员安排。天宫的人我不熟，你既来了，定有讣告。说来听听吧。此次3界都有使者前来，护卫大会的安全是重中之重，能担此重任的人并不多，这也是令华叔头疼的。好在前阵子有一位后起之秀，此人年纪轻轻，却有大将之风，聪明至极，心性也坚韧，实是华叔生平仅见的人杰。此次重任交给他，华叔才放心。什么人被你捧成这样？是战神殿的古晋仙君。是古晋啊，难得你这么有眼光，他却是当得大人的。你说的不错，刚刚在墙角偷听到了古晋的身份，所以投我所好，也是费心了。红绸神使，你怕什么？我也没说要罚你，我只是想点醒你，以后莫要偷听偷看，这等把戏想烦清池宫的人，实在可笑。多谢神使宽厚，华叔是无心的。无心或者有意都无所谓。不过我看你对小神君的欣赏倒是不假。华叔不敢有非分之想。想就是想了，没什么本分非分的。我家小神君下3界历练，若有人真心对他，而非踮着脚想攀高枝的，我也乐见其成。可这人是不是你？许卡你造化了。我看你也挺机灵的，日后小神君在天宫若有什么事，你尽心帮他就是了。
好了，我累了，你且去吧。华叔告退。配我们家小神君还远远不够，不过界，让阿英死心，刚好。